周红英讪讪地笑着，看了2眼洋洋后，说道：“洋洋总要有个爸的，难道现在洋洋就没有爸爸吗？不管我和周红林关系如何了，他是洋洋的爸爸，这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事实。不是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是觉得洋洋还是要在健全的家庭里成长才会快乐。我觉得洋洋现在很快乐，他什么时候都是很快乐的。以前他爸天天忙着上班，忙着陪其他女人玩，也没有怎么陪伴过他。现在呢，他爸也是偶尔过来看看他，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啊？洋洋早已适应了没有爸爸陪伴的日子，有我和彤彤他们陪着他，他无忧无虑的快乐健康的成长。周红英说不出话来，那也知道拿洋洋说是没用，他们家一直不死心，在海玲面前说过了无数次，都是一个结果。红林那里他是后悔，但他了解海玲，知道就算他回头重新追求海玲也没有优势。你若是真心为你弟弟好，以后少插手娘家的事，少在你父母面前说你弟媳妇的坏话，少挑拨离间，他的小日子才能慢慢的好起来。否则你换100个弟媳妇都是一个结果。我也不知道周姐是怎么想的，你就一个弟弟，父母渐渐老去，等到你父母100年之后，那你回娘家是谁招待你？是你弟弟，是你弟媳妇。你现在这样折腾，与弟媳结怨，是打算在你父母100年之后就不再回娘家了吗？当大姑姐小姑子的，最好就不要插手娘家兄弟的婚姻，不要嘴巴那么多，更不要联合着父母针对着嫂子弟媳，折腾的你弟弟离了1次婚，你很开心吗？你还想再让你弟离几次婚啊？海玲说着，周红英，你自己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，你女儿都10几岁，再过10年8年，她就要嫁人，到时候你女儿也常常回娘家搅乱，离间弟弟与弟媳的感情，你怎么想？周红英，海玲，你这是在替姓叶的说好话吗？他那么毒，那么坏，差点掳走我的小宝呢。我是恨极了他，发过誓不想让他好过的。我不是替姓叶的说好话，我是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。当初我和周红林会走到离婚这一步，难道没有你们的功劳？姓叶的如今是什么下场？那是他当初做的选择，得到的结果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怨不得别人。周红英脸红耳赤，说不出话来。半晌，她说道：“海玲，我去买点东西就回医院去。我是跟我妈说出来买东西离开医院的。那个毒妇现在也没有人照顾，除了我和我妈，谁理她呀？”这周红英说完后呢，不等海玲再说话，赶紧跑了。洋洋看着姑姑离开后呢，走过来问海玲：“妈妈，姑姑来做什么呀？”没做什么，就是来看看洋洋。洋洋哦了一声，没有怀疑妈妈的话，因为姑姑对他是好了很多呢，至少不会再带着小宝哥哥过来抢他的东西吧。叶佳妮流产，估计很快就要重新接受法律的惩罚。那对此呢，海玲是真的一点都不同情叶佳妮。她刚才那样劝周红英，也不知道周红英能否听进去。以她对周红英的了解，估计是听不进去的。等到叶佳妮重新回监狱里蹲着后，他敢说周家还是会逼着周红林与叶佳妮离婚的。那叶佳妮当初选择了周红林这个有妇之夫，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有娘家，回不得了，娘家父母兄嫂都怪她，那婆家也难再待下去，她等于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。其实叶佳妮在工作上还是有能力的，又年轻漂亮，她要是没有走错一步，不插足别人婚姻，不当小三，而是选择远离周红林，嫁一个单身的男人，日子肯定不一样。只能说叶佳妮当初图周红林的身份地位，一心想在城里落户生根。她原先和周红林都没有发生关系，在周红林和海玲闹得厉害时，她却和周红林发生了关系，分明就是让周红林完全的偏向她。如今落的这种地步，也是他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妈妈，陆叔叔今天怎么不来了呀？洋洋问着妈妈。
记起昨天和妈妈去医院看过陆叔叔，他又问妈妈，陆叔叔还没有好吗？陆叔叔说他很快就会好的。洋洋以为陆叔叔今天就能好了。海玲闻声说道，陆叔叔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好。哎，洋洋想陆叔叔了。洋洋点头，就他是习惯了陆东明，习惯了天天见到一个人，忽然有一天见不到，他就觉得很不习惯。妈妈，你能带我去医院看望陆叔叔吗？海玲想到陆东明不想见他，但没有说不想见洋洋。他也关心着陆东明的伤势，哪怕他清晨才被赶出陆东明的病房，一天时间还没有过去，他都觉得过去了很长时间，盼着陆东明能早点康复。好，妈妈带洋洋去医院看望陆叔叔。洋洋很开心。海玲把未包完的饺子放回冰柜里，简单收拾一下，就带着儿子离开了早餐店。洋洋人小鬼大，还跟他说，妈妈，我要买一束花送给陆叔叔。小家伙记得妈妈住院的时候，大家来看望妈妈都会送一束花给妈妈的，他就认为只要去医院看望别人，都要买一束花。好，海玲答应了儿子，他载着儿子直奔春暖花开，在宁云初那里买了一束花。海玲姐，宁云初在海玲要走的时候，连忙叫住了海玲，他说道，海玲姐，我刚刚叫人买了些补品回来，是想让人送去给陆总的。你现在去医院的话，能帮我把这些补品一并带过去给陆总吗？我本想着自己去一趟的，但我看不见，不方便出门，只好拜托一下海玲姐了。宁云初和陆东明没有交情，不过陆家与战家交情极深，战义臣叫陆东明做哥的，他现在代表的又是宁家，他想与管城的各大豪门建交，既是看在战义臣的份上，也有他的结交心理，所以宁云初买了这些补品。要不呢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医院吧。海玲提议。宁云初想了想后说道，我打电话给我的店员，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，有人看着店了，我才能出门。那既然是想和陆家来往，还是自己亲自去更有诚心一点。他用他那台老爷机打电话给店员，店员很快接听了电话。老板，我回到门口了。店员笑道，随即他挂了电话，停好了电动车进店，看到海玲母子俩笑着打招呼，还抱了抱洋洋。洋洋觉得自己真的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呀。宁云初吩咐了店员几句，就带着补品，跟着海玲母子俩一起去医院看望陆东明。那到了医院，陆东明依旧是拒绝见海玲。听到陆东明不想见到海玲的话，宁云初错愕不已，不仅是不见海玲，连他最喜欢最疼爱的洋洋，陆东明也说不想见。陆家保镖只得听从四少爷的话，不让海玲母子俩进入病房。洋洋不解，在门口大声叫喊着陆叔叔，但是他叫了好几声，陆叔叔都不让他进去，只有宁云初在陆太太的带领下进了病房。就宁云初跟陆东明没有交情，又看不见，他在病房里说了些关心的话，留下补品就出来了。陆太太看着病床上的儿子，心疼地劝着东明，你不想见海玲，也不想见洋洋吗？你不是说最喜欢洋洋吗？洋洋是个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你这样子，洋洋说不定会以为你不再喜欢他呢。陆东明闭上眼睛不说话。那绥靖老太太对了一顿，陆东明还是纠结得很。就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见儿子不想说话，这陆太太眼睛又红了。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呀。他悄悄地问过医生，东明的腿伤真正康复如同正常人，就有多大的希望？需要多长时间？医生说呢，希望是有，那主要还是得看病人愿不愿意配合治疗，能不能坚持做复健，这是很考验心态的。需要多长时间，这个也说不准。那陆太太听了医生的话，心都沉入了谷底。儿子从知道伤情开始，他就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暴自弃。别人来探视，除了跟战家老太太说了话，
儿子基本上是不怎么说话，只要是看到儿子的人，都能看出儿子的心情低落，对未来失去了信心。偏偏儿子又不肯见海玲，他还想着儿子那么喜欢海玲，等儿子出院后，他就去求海玲陪伴儿子做复健，那样儿子就能坚持下去，康复的也快一点。哎，陆太太悔恨地想着，若是时光能倒流，她一定不阻拦儿子追求海玲。是，风尘山庄，军琴扶着程玲玲从屋里出来，程玲玲却嫌军琴扶着她走，她走得不爽，甩开了军琴的手，就说道：坐几个小时的飞机，我都还能挺得住，不用你扶着。你这样扶着我走路，让我觉得我是个病人一样。军琴说你大腹便便的，又是下台阶，我扶着你下台阶安全一点。我这么体贴啊，你还嫌弃我体贴了？好，你是体贴，我不嫌弃你。程玲玲笑着捏了丈夫的脸一把。那由于她大腹便便，两个人的婚礼暂时不举行。就先领了结婚证，穆晴和杨希都生了，她肚里这个小东西很快也要来报道的了。穆晴怀的是双胎，宝宝才会提前来报道，否则她肚里的小东西和穆晴的孩子差不多大的。现在穆晴卸了货，她还得天天挺着个大肚子，像是塞了个大西瓜在肚里一样。小东西又调皮得很，胎动得厉害，有时候能看到小脚丫或者小手把她的肚皮拱起一个小包包。军琴现在最喜欢逗着小宝宝的了，每天晚上在胎动最厉害的时候，父子俩呢隔着她的肚皮在玩耍。程玲玲早就知道自己肚里怀着的是男宝宝，她是医生吧，就还是挺牛逼的医生。军琴脸黑了黑，就不喜欢程玲玲老是捏她的脸。不过呢，她并没有拍开程玲玲那放肆的大手。那当初程玲玲给她当解药，就是看中她这张脸，觉得她长得好看，他们的孩子就能继承到她的优良基因。军琴陪着程玲玲在山庄里散步。程玲玲以前经常到处飞，给病人看病，闲不下来。回到风尘山庄成了四少奶奶后，大家把她当国宝了，她无聊至极，但挺着大肚子又不好往外跑，只能抓住军琴，让军琴陪着她在山庄里散步。还好风尘山庄很大，风景好，她天天逛着都还会被山庄里的美景吸引。管家走过来，四少爷，四少奶奶，那个战家二少爷又来了。战二少爷这2天总是往风尘山庄里跑，一天能跑的3、4趟。闻言啊，军琴一脸的不悦，说道：不是跟他说清楚了吗？还说了好多次，玲玲现在不接诊，不看病，让他另请高明，或者回去等着。那没看到他老婆大腹便便吗？他就算在我风尘山庄住下来也没有用，总不能不顾我的孩子，千里迢迢跑去给他未婚妻治眼睛吧。军琴对于一天要来3、4次的战一晨很是不满。虽说程玲玲身体很好，现在挺着个大肚子都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真让她去给病人看病，她也能去，但是军琴担心呀。爱市和管城隔了那么远，坐飞机过去都要几个小时，就算战家能出动私人飞机来接送，军琴也替老婆拒绝了战一晨的反复请求。战一晨心疼他的未婚妻，盼着他未婚妻好，难道他军琴就不心疼妻子，不盼着妻子好呢？程玲玲像是听不到丈夫的抱怨似的，对管家说道：请战二少爷进来吧。玲玲，我又没有说我现在就去给战二少爷的未婚妻治眼睛，人家那么远过来，又诚心诚意的，天天过来几次，来者是客。不请人家进来，那是咱们待客不周。你们家风尘集团与战氏集团不是有生意往来吗？看在大把大把的钞票上，也要礼待战二少爷呀。军琴很不爽，程玲玲对战一晨却是很有好感的。战一晨和他的未婚妻其实还没有订婚，只是他单方面的把女方当成了未婚妻，他一点都不担心治好了女方的眼睛，人家可能不会嫁他，他是真的为那个女孩子好。
有可能得不到回报的情况下，他都想治好对方的眼睛。战逸晨这2天是一天跑3、4次风尘山庄，他不是不知道程玲玲不适合出诊，他是希望程玲玲能帮他出面请神医过去一趟。军琴板着脸不说话，程玲玲走进一座凉亭，在凉亭底下坐下来，那军琴自然是跟着他的，让人送点茶水点心出来，等会儿战二少爷来了能待客。军琴掏出手机打了内线电话，让人送点茶水点心以及一些水果出来，那还有程玲玲喜欢吃的零食。怀孕后程玲玲只要是醒着的，嘴巴都停不下来，总要找点零食吃，3餐也能吃，但是她这么能吃，她本人却不怎么胖，营养都被肚里的小家伙吸收了，属于胎大人不胖的那种。大概10分钟后，战逸晨跟着管家步入了凉亭。军四少，程医生。战逸晨笑着打招呼，那军琴绷着脸不说话。程玲玲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换上了温和的神情，客气地招呼着战逸晨：“战二少爷，请坐。”战逸晨看得出来，就军琴并不喜欢看到他。他一天过来3、4次，这军四少估计早就烦透了他。是人家脾气好，修养好，才没有把他挡在门外。不过为了宁云初，战逸晨就算看着军琴的黑脸，就他都不在乎的厚着脸皮坐了下来。程玲玲招呼他喝茶吃点心，他也不客气，照吃照喝。程医生家里的点心很好吃呀，战逸晨夸赞着。其实他像大哥一样不爱吃甜食。来过一次风尘山庄后，他观察到程玲玲很喜欢吃各种零食及点心，他就逼着自己摆出一副也很喜欢吃的样子，这样跟程玲玲就有了吃货的话题。程玲玲笑道：“是挺好吃的，我现在百吃不厌。”那军琴说了句：“我很少看到一个大男人喜欢吃甜食的。”战逸晨微笑的道：“大男人也是人，是人就有可能喜欢吃甜食。”程玲玲也说道：“战二少爷说的对，甜食没有规定是女人和小孩子吃的，不少男人也爱吃呢，只是有些男人爱吃却要端着，就摆出一副不是很喜欢吃的样子。像战逸晨这种喜欢吃就吃，不喜欢就不吃嘛，多实在啊。战二少爷，那你还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治眼睛这件事来的吧？”军琴直接插入正题啊，不想过多的和战逸晨聊天。他陪着老婆散步呢，本该是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的，却被战逸晨的来访打断了。这么大盏的电灯泡，又亮又刺眼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军琴在心里不停地吐槽着战逸晨。不等战逸晨说话，军琴说道：“战二少爷也看到我太太现在身怀6甲，离预产期不远的了，除了做产检，基本上不出门，更不会出远门。真不是我们不帮你，是实在有心无力。要是程玲玲没有大着肚子，战逸晨第一次来请的时候，军琴看在2家生意上有往来，2家的长兄长嫂都是朋友关系，他都会帮着战逸晨说话，让程玲玲跑一趟管城的。但是现在程玲玲大腹便便的，出门做个产检，军琴都要带着几名保镖跟随，贴身照顾。战逸晨忙道：“四少，我知道的。现在程医生就算答应了帮我未婚妻治眼睛，我也不敢让程医生出门的。”他看着程玲玲，请求着：“程医生能否请尊师出诊啊？不管要多少钱，我都出得起。需要什么条件，我也能答应。”程玲玲的医生是很好，神医更高超，毕竟是当师傅的人，而且神医之名流传了几10年，能被封神证明真的是个厉害人物。若是能请得动神医老先生走一趟，帮宁云初治眼睛，那么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。神医和玲玲灵师徒俩是云初最后的希望了。战逸晨向云初承诺过，一定会求得神医给他治眼睛，让他重见光明的。就算他不能恢复光明，他也不会嫌弃他。只是他不嫌弃，他却有自卑感。
不管他对他多好，承诺再多都没有用，他始终有自卑感，觉得配不上他，就不愿意接受他的感情。眼看奶奶给的1年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，战一晨还真有点急，总不能在期限到之时，他强行把宁云初绑进民政局领证吧？那叫强娶啊？战家男人还没有人是过强娶的呢，他可不能打破先例啊。不过老三那边都还没有动静呢。战一晨一跟老三比，又能略略放心。至少他和宁云初是有进展的。那涉及到神医的事啊，军琴就不好接话了。他是成了神医的徒弟女婿，却不能也不敢替神医接诊。程玲玲歉意的道：“战二少爷，我师父他年纪大了，早已经不出诊，他老人家这2天也不在这里啊，很抱歉。他师父现在给人治病很讲究缘分的了，老人家觉得与人有缘的都能免费帮别人治病，他不想医的。”捧着大把大把钞票找过来，他老人家看都不看一眼。那师徒俩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战二少爷，我答应你，等我生完孩子满月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去帮你未婚妻治眼睛。听过你的描述，你未婚妻是中毒造成的失明，也能勉强看到人影走动，复明的几率是100%的。你不用着急，也就等上2-3个月，我就能帮你未婚妻治眼睛了。就算我还没有看过你未婚妻，但我敢说与毒有关的，我比很多人都懂。我有99%的把握能帮你未婚妻治好眼睛。战一晨一天跑3-4次风尘山庄，的确是没有见到神医老先生，知道程玲玲不会说谎骗他。求不到神医出诊啊，那他只能等程玲玲生完孩子，出了月子，才能请程玲玲去一趟管城帮云初治眼睛了。谢谢程医生。战一晨感激的道谢。他听说想请程玲玲出诊，也是要花很多钱的。程医生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啊，我现在就满足程医生的条件，然后等上2-3个月。程玲玲笑道：“我婆家的公司和二少爷家里的公司是有生意往来的，你大哥大嫂跟我兄嫂又是朋友，老五与你们来往更是密切。冲着这些呢，我也不能收战二少爷的钱呀。”他允诺的道：“给二少爷的未婚妻治眼睛，我是免费的，无条件的。”战一晨感激不尽，得到了程玲玲的承诺，战一晨放心了。那他也不好再在风尘山庄逗留，军四少此刻就很不喜欢看到他呢。就军琴和程玲玲的故事，战一晨也从大哥那里了解全程的。程玲玲一开始呢是只想要孩子，不想要男人的，明知道军琴一直在找人，程玲玲都没有说出自己就是他要找的人，还跑了。就连穆晴和叶君博的婚礼，他都没有参加。等到军琴知道程玲玲就是自己要找的药香女时，撇下了工作，不顾一切地飞到了程玲玲的身边，在程玲玲的身边待了半年多，培养出感情了，程玲玲才愿意跟着他回 A 市。那军琴在那半年里做了什么，付出多少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不过可以想象得到，军琴是很难拿下程玲玲的芳心。好不容易成了夫妻，虽说未办婚礼，也等于是新婚夫妻了。军琴最喜欢的就是陪着新婚妻子了。战一晨3天2头跑来打扰小夫妻俩，军琴能给他好脸色看才怪呢，没有让人把他轰出去，已经是军琴好修养了。那战一晨到了邂逅，就起身告辞，离开了风尘山庄。就军琴让管家送战一晨出山庄的。等战一晨走后，军琴松口气，说道：“总算把他送走了。这2-3个月内，我们应该能够耳根清净。”程玲玲好笑的道：“战二少爷若不是想求得我师父出诊，绝对不会厚着脸皮一天跑3-4次的。不过我倒是欣赏他这种为了心爱之人，脸皮都不要的男人，诚意十足。军琴，我也能做到。”程玲玲笑道：“知道了，你最厉害，你是其中的翘楚。”军琴拉扶他起身，拥着他走出凉亭。
说到刚刚又吃了那么多，我陪你再散散步，消消食。你这是嫌弃我能吃？没有的是，我怎么会嫌弃你能吃？你能吃，我开心着呢。那你是一个人吃2个人消化，就是要多吃点。程玲玲抬手轻捏一下他的脸，他是他摸过的男人当中手感最好的一个。当然了，他摸过其他男人的皮肤，是给那些人做手术的时候，就知道想着你的孩子等儿子出生了，你负责带他。行，我当奶爸。军勤是他说什么是什么，却想不到日后儿子一哭，夫妻俩都想当逃兵。战义臣离开风尘山庄后，并没有马上就离开 A 市，他还要代表战氏集团去风尘集团逛一逛。毕竟2家集团有生意往来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在 A 市待了10天才回到管城。等到战义臣回到管城时，陆东明身上的伤，除了双腿，其他伤恢复的挺好的，只是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主要是心态的问题。他发觉他现在无法走路，连坐起来的时候，只要动一动双腿，都带给他钻心的疼痛，让他现在连坐起来都害怕，更不要说吓得走路了。知道陆东明出了车祸，战义臣在回到管城的第2天，就和兄嫂一起到医院看望陆东明。虽说陆东明不想见海玲姐妹俩，连带的也经常把战印拒之门外。他们依旧很关心陆东明，也不与陆东明计较。每天只要有空，战印夫妻俩都会去医院一趟。那看到战家兄弟过来，陆家的保镖就头痛不已。战少，陆家保镖硬头皮上前一步，挡住了战印3人的路。他歉意的道：战少，我们4少爷还不想见你们，请你们先离开，别让他们难做。战印温沉地问道：你们4少爷醒了吗？醒是醒了，只是没有胃口，不肯吃早餐。不管是家里送来的还是海玲小姐送来的，4少爷都不吃，还把海玲小姐送来的早餐都打翻在地上。先生和太太现在还在里面哄着4少爷多少都要吃一点。此刻啊，4少爷心情是极为恶劣的。保镖说这些话是希望战印等人主动离开，就不要让他们难做人。其实他们是最希望4少爷肯见好友们的，不要整天躺在病床上钻着牛角尖啊。可惜啊，连先生太太的话都不听的4少爷，更不可能听他们的劝说。那陆东明在床上躺了10几天，早已心态崩溃。他盼着能立即站起来，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那样就不用再躺在床上让人照顾了。他也不想见其他人啊，总觉得别人来看望他，眼神都是带着同情的。他残了，他走不了路，就算让他坐在轮椅上，他都难受。医生说他还要躺一段时间，腿上养好一点了，坐轮椅才不会那么难受。但想康复如同正常人，还是要养很长时间的，而且也要坚持做复健。我不吃，我没胃口，拿走拿走啊！病房里传出了陆东明的嘶吼，紧接着便是碗筷被打翻掉落在地上发出了响声。不用进去看也知道陆东明发脾气打翻了母亲手里的碗。陆太太想亲自喂儿子吃早餐的，碗筷却被打翻掉落在地上，碗摔得粉碎，碗里的食物倒在了床上和地板上。东明，陆先生气得高举起了手，最终却是无力地放下来，换上哀求的语气：东明，你不吃点东西，营养和体力都跟不上，怎么能好呢？你看看你妈，从你出事到现在，天天都不离你左右，熬的头发都全白了。因为保养得宜，又经常去做美容。陆太太之前是还没有多少白发的，现在真的是满头白发了。老陆，你别怪东明。陆太太拿来了纸巾和垃圾桶，把打翻在床上的食物擦掉，再收拾地面。是他害得儿子躺在床上走不了路的，他坚持亲自照顾儿子。就儿子现在这样的暴脾气，除了他们当父母的还能包容，别人也是很难包容的了。我不饿，我吃不下去，我一天天躺在这里像个活死人一样，没有运动，
消化不行，我根本就不饿，吃不下去。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给我送这么多吃的过来，我吃不下。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一餐能吃2大碗饭的陆东明吗？陆东明打翻了碗，让母亲收拾，是觉得自己不对，可他就是忍不住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被父亲指责后，他冲着父母大喊大叫的，话里满是他对自己现状的绝望。陆先生听着儿子的大嚷大叫，心里也难受得很，再多的指责都说不出来了。陆东明是个身材高大，看上去粗犷的男人，那在医院躺了10来天，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关心他的人，只要看到现在的他，都会难受。他无法站立，也少了往日的意气风发，那连眼神都没有了往日的光彩，有的都是绝望。当初医生也说了，他能不能完全康复，主要取决于他能否重燃自信，坚持治腿，做呢复健。这是漫长的路，有可能日复一日都没有半点进展，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崩溃。老陆，你别指责东明了。陆太太劝着丈夫，是我的错。东明都说不饿了，我还非要喂他吃。陆太太把过错都往自己身上揽去。陆东明看着母亲，忽地别开了视线，无法再也母亲对视。虽说是母亲以为他要去见海玲，意欲阻拦他，导致他出的车祸，其实更大的错是在他身上。他车速太快了，才会在遇到突发情况时，哪怕紧急刹车，还是追尾了别人的车子。不死已是万幸。保镖进来，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敢走过来，轻声问着陆东明：“四少爷，战二少爷来看你了。”他不敢说战印来了，战一晨最近都不在管城，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出差了，现在才回来，以2家的关系，战一晨会来医院看望陆东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。陆东明淡冷的道：“我不想见，现在我谁都不想见，让他走吧。”保镖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战少和大少奶奶也来了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想见，谁也不想见。我不想看到他们，不想面对他们看着我时那同情的眼光啊，我不需要同情。”保镖多说一句，陆东明就爆炸了，又大发脾气，冲着保镖大声嘶吼着：“东明！”陆先生叫喊着，陆太太却赶紧对保镖说道：“出去跟战少和二少爷他们说，东明不见客。”他自己也跟着出了病房，就看到战家兄弟后，陆太太的泪水一下子飙出来。阿印、一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陆太太抹着泪，哽咽着。海童递给她纸巾，安慰着她：“阿姨，陆总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他心态已经崩了，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总说他残了，说他连坐起来都费劲，说他无法正常走路，他失去了自信心。陆太太说着说着，泪水又滑落。陆东明心态崩溃，陆太太也跟着崩。他夫妻俩每天亲自照顾着儿子，不用佣人帮忙，也不用其他儿子替换，是觉得他们造成小儿子这样的结果。在小儿子没有恢复之前，陆太太都要坚持着照顾儿子，那样他心里才会好受一点。战家兄弟呢也安慰着陆太太，海童还扶着陆太太走到不远处的椅子前坐下，他又不肯见人，不与人交流，这样自己闷着钻牛角尖，怎么能好得起来？陆太太抹着泪，又向战印兄弟俩道歉：“阿印、一晨，你们不要怪东金气，他现在是不想见人，有时候连他哥来看他，他都不想见，不让他哥进病房。他3个嫂子送补汤过来，更甚，补汤能进病房，3个嫂子都不能进去。他现在是看到谁都觉得别人在同情他，对他说一句关心的话，他也觉得大家是在同情他。”陆太太的泪就止不住。小儿子给他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坚强的，这如今的崩溃呢，也让陆太太束手无策。陆氏家族里的长辈们都来过，但是陆东明现在就是听不进去，他连铁哥们战印和苏南都不愿意见了。
两个人给他发信息、打电话，那他也不接听、不回复，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锁在他的悲观世界里了。那再这样下去，他什么时候能恢复啊？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伯母，东明现在能坐着轮椅出门吗？”有空的时候呢，推他出来走走。他躺在病床上10来天，也闷坏了，推他出来走一走。哎呀，散散心就能让他心情好一点吧。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崩下去，那样会毁了他的下半生。只要帮他调整好心态，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他才能好起来。陆太太叹着气，她的腿动一动还会剧烈的痛。能坐轮椅，就是把他往轮椅上搬的时候，他又觉得自己没用了，连坐到轮椅上都无法自己做到。他对坐轮椅也很抗拒，说什么他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，说他残了。战印张嘴，一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身为陆东明的铁哥们，战印也做了很多啊，每天都挤时间给陆东明发信息、打电话，想激励陆东明，却如同石沉大海，陆东明压根儿就不回复他。那也不知道他发的信息陆东明是否看过。陆东明把他自己困在他悲观的世界里，筑起了铜墙铁壁，不想见除了父母之外的人，别人的劝说安慰也听不进去，让关心他的人心疼，又着急却无可奈何。就陆太太哭了好一会儿，才止住了泪，慢慢的平复自己的心情。儿子还需要他照顾，他再难受也不能跟着儿子一起崩溃，否则儿子就真的完了。阿印、奕晨、海童真的很对不起，你们天天都过来，总是让你们白跑一趟。陆太太再次向3人道歉。伯母啊，东明慢慢会想开的，你别太担心。那战家兄弟俩呀，除了安慰还是安慰。陆太太点点头，她一定会让儿子重拾对生活的信心，重新站起来的。阿印，媒体记者那里，麻烦你们盯着点，不要让他们再写东明的伤势问题。那东明每天还会拿着手机刷热搜新闻的。陆太太想到这件事，特意的向战印请求帮忙。陆家也时刻盯着，只要有哪家媒体写了陆东明的事，陆家马上就出手。那陆太太是怕陆氏家族盯不过来。伯母，我留意着的，不会让他们在胡编乱造。那些媒体最喜欢的是把海玲卷进去。海玲离过婚，带着孩子生活，这都不敏感，敏感的是她亲妹妹是战家的大少奶奶。因为这一层关系，只要把海玲卷进去了，就会看点十足。